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再刷诚意流离，复线好客，反派结局悲惨，最后一个意难平。在追完沉香如屑后，被剧友安利入坑流离，终于追完了。这是一部仙侠传，又是一部感情很细腻的爱情剧。之前发过主角的一篇甜文《诚意流离》前5集，看司凤怎么被玄机撩得体无完肤，太甜了，大受欢迎。整部剧的成功在于每一个角色都是饱满的、立体的，没有多余的。今天聊的是副线吴知奇。吴知奇在世人眼中，狐狸精一向都是精明善变的角色，他们可能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驱使，便能轻易地改变初心，对情感更是随意变换，给人一种始乱终弃的错觉。但是琉璃中的紫狐真的刷新了观众对狐狸精的认知。紫狐为了一个从未正眼看过他，也从未给过他任何承诺的吴知奇，竟然痴痴地守着这份感情1000年。很多观众看到紫狐对吴知奇的这份执着，都被深深地感动到了，觉得这世上最有情有义的人非紫狐莫属。若是说紫狐是这世上最有情有义的人，那么吴知奇便是这世上最讲道义的人。俩人算绝配吗？在吴知奇的眼里，没有什么是比自由自在的活着更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为了所谓的道义，他不惜上刀山下火海，哪怕是跟天庭对抗，也同样在所不惜。吴知奇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点，那就是总是口口声声的说讨厌小狐狸，但是内心却是真的在乎。在紫狐面前，吴知奇一副十分讨厌他的样子，但是紫狐被四圣兽所伤，他勃然大怒，觉得小狐狸是他的，任何人都不能伤害。这叫什么？妥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可是他嘴上却始终不肯承认。吴知奇为了报仇而杀上天界，却在一飞冲天的时候，差一点被生死海的雷电击中，幸亏小狐狸为他挡了一下，才能幸免于难。但紫狐却因此香消玉殒，一命呜呼。在解决了一切事情之后，吴知奇向帝君讨要恩情，想要重新挽回和小狐狸的缘分。天帝委婉地告诉了吴知奇，紫狐就在忘川，马上就会转世投胎了。吴知奇便兴奋地跑到了紫狐的身边，在他还没有饮下忘川之水之前，找到了他，两个人相拥而泣。结局就让他们俩在一起吧，什么情深缘浅，何苦来哉？不要，就要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楚玲珑和巫童。巫童是半途加入点睛谷的弟子，如果他不在簪花大会上夺得第一，他就要离开点睛谷。为了取胜，他不惜在比赛中违规使用禁术，意外打伤了玄机，之后被五大派联合追拿。五大修仙门派中已没有他的一席之地，被打断一条腿后，他堕入妖道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一错再错。巫童出生寒门，可为人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太过极端。他没有意识到这些，未能及时改正，变得更加的心狠手辣。他爱上了玲珑，不是对他好，而是百般折磨他，不仅控制住了他，还想方设法拆散他和钟敏言。最后巫童死在玲珑的剑下，临死他才明白，他想要的不过是玲珑而已。在最后他推开了玲珑，一个人被吸入坟如诚不可知之的，也是很感人的。巫童是此剧生命力最顽强的反派，也是最可怜的。此剧应该赐给他另一个玲珑。在钟敏言冤枉司凤的时候，观众是强烈站在乌龙 CP 上的。浩辰，百灵帝君自削神格。浩辰是剧中最讨人嫌的，不是因为刘学义太帅，估计观众直接喷死他了。男二不要选太帅，三观跟着五官走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弹幕里骂浩辰的人最多，这个人设太假仁假义，阻止男女主在一起，
狠狠地伤了观众的心啊！他在凡间是少阳派中最有天分的弟子，行侠仗义，匡扶正义，彬彬有礼，暖心体贴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关心和保护玄机。在天界是高高在上的百灵帝君，三界苍生在怀，权力高高在上。但是当看到司凤和玄机在一起后，他就在背后耍一系列小心机，阻挠他们在一起。玄机爱上司凤，逃出了他的掌控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控制欲太强，他爱着玄机，可玄机无心无情只把他当作师兄。后来浩辰因为自己的执念入了魔，摧毁了自己的意识，甚至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，不惜生灵涂炭。不过他最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算是赎罪了。百灵帝君自销神格，散去神法，进入堕恶道轮回，偿还千年来自己所犯下的罪孽，也是给罗侯和修罗全族被灭的一个公道。元朗灰飞烟灭。元朗是离泽宫的副公主，野心勃勃，一心想要取得灵池，复活魔煞星，颠覆天界，自己做三界的霸主。她在剧中多次利用他人，伤害了很多人。最终，元朗在鸿蒙炉中被若玉杀死，结束了他的反派生涯。元朗的野心和阴谋贯穿了整个剧情，他利用魔煞星、罗侯记都急于报仇的心理，精心策划了一切，试图毁掉鸿蒙熔炉以实现自己的野心。然而，他的计划最终被若玉破坏。若玉在元朗即将成功时杀死了他，最终灰飞烟灭。坏事做尽的他，却没有被观众嫌弃，因为他坏得彻底，坏得纯粹。弹幕里最多的一句就是“此剧就副公主一人专心搞事业”。也因为演员朱子骁也很帅，以后演反派的能不能别挑这么帅的哇？罗侯记都意难平。罗侯记都本是修罗一族，没有性别之分，遇到百灵，二人长期饮酒交心，成为知己。付之以真心，却反遭其背叛，身体被分解，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，还被造谣是颠覆三界的大魔头。其实他也是期望三界太平的善良之人，即使心生怨念，开始征战杀伐，也不过是想向天界讨回一个公道。最后，所有人都劝他放下仇恨，放下心中执念。他成全了所有人，还拿出半颗琉璃心救司凤，成全这对有情人。司凤是唯一一个给过他温暖和保护的男孩，他最后即使想摸摸司凤的脸，可最终还是收回了手，因为他知道司凤爱的是玄机，而不是他。真希望能够再活一次。他带着此生的依恋不舍，也带着屠杀族人的无尽愧疚，已做了坦然赴死的最后决定。最后消失的时候，却无一人关心他，也没有人留恋他，为他落泪。他最后的结局终究让我意难平。柳奕欢，柳奕欢从开始便要好好的守护女儿，最终的偿所愿，同女儿开心幸福的过着平凡的日子。若玉被离泽公副公主胁迫，为了妹妹，终是从善良走向了罪恶，也是无奈的可怜人啊。小银花死在怀里时痛不欲生。小银花，司凤的灵兽，一心为了司凤着想，做事稍显偏激，最终为了救司凤牺牲。还有腾蛇神君、阿兰、庭奴、玄机他爹、东方岛主，好多角色都可以单独出一部剧。